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南韩这边的最新讯息。我觉得南韩真的是政治非常的混乱哦。尹锡悦现在是想跟李在明同归于尽嘛？因为韩媒中央日报说，尹锡悦逐步的摆脱了防御的姿态，采取一个更强硬的反击策略。那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有一个人说，尹锡悦总统的态度就是死也不能一个人死，还要跟李在明就是最大的在野党同归于尽。哇，这个尹锡悦的个性实在是蛮激烈的哈。好，那最新的一个状态是有一个怪异的现象。我们不是说现在尹锡悦被弹劾，所以他是停职嘛？那这个总理韩德洙就代理他的职位，但是现在韩德洙也被弹劾了，所以就变成副总理代理他们俩的位置，就变成代总统的概念哦。他这个韩德洙的这个表决有192票的赞成哦。那先驱报说他是确定的暂停职务了。好，那是说因为他拒绝任命国会通过的3名宪法法院的法官，所以遭到在野党立即的发动弹劾，所以出现了首次代总统。现在韩国媒体相当的忧虑，说经济何去何从呢？会不会出现很多的冲击？好，就分析说，尹锡悦在搞出戒严之乱之后，韩国的经济稍微有一点点恢复了，接着又上演了弹劾戏码，接二连三的冲击让韩国是难以招架。那所以韩股16年来的最糟，韩元对美元的这个也探了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新低哦。所以确实现在在韩国经济非常的动荡，政局也是相当动荡。但问题就是韩国现在还被川普边缘化吗？川普真的是非常现实主义齁。好，川普16号在佛州海湖庄园记者会，将南韩排除在他打算举行领袖会议的国家名单之外。南韩似乎遭到边缘化，他可能想说，你这个总理跟副总理怎么可以跟我这个川普大大来见面呢？所以先排除好了。好，不管现在川普是不是没有空理韩国呢？因为这个韩国政局可能比较乱一点点，要再观察一下。但是川普要怎么样跟习近平有一个沟通呢？有人想到是比尔盖茨啦。好，因为呢，他马上就要跟比尔盖茨在宇宙中心，就是海湖庄园来会面。那之前呢，这个比尔盖茨在2023年的时候，也曾经跟习近平在会面过，然后呢，习近平当时就对比尔盖茨说：“哇，你是我今年这个在北京会见的第一位美国朋友。我常讲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希望美国的人民，希望两国人民是友好下去。所以比尔盖茨习近平会不会趁这时候跟比尔盖茨讲一下，然后比尔盖茨再去宇宙中心跟川普说一下，蛮值得观察跟这个讨论的。好，那当然，川普现在向美国最高法院来提请求，说暂停执行 TikTok 的强制出售令。好，那原本这个美国的新法是要迫使 TikTok 在明年的1月19号要脱离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否则就会面临一个禁令。好，但是川普现在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说要暂缓执行 TikTok 不卖就禁的新法，让他在明年就职之后有时间可以寻求政治的解决方案。好，那到底川普怎么讲的？我们先带大家来听一下。So I'm going to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ikTok.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thinking because we did go on TikTok and we had a great response with billions of views,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views. We got to keep this sucker around a little while, you know. 好，如果我印象没有错，我记得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对于 TikTok 是往死里打，现在又不一样了。所以果然川普就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人。好，那现在这是不是也代表说美中关系要渐渐的走向一个曙光有和缓的趋势，所以他才递出橄榄枝呢？好，那我们也看到川普跟马斯克就说黏 TT 的两人有没有可能开始生变？这是第一步吗？因为现在这个边境沙皇霍曼将要恢复家庭式的居留中心，他们说要恢复一个让无证移民家长跟儿女同住的一个家庭式居留中心。川普第一任期期间霍曼是落实了打击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超过4000名无证儿童跟父母是骨肉分离。那现在因为川普是对于这个移民是比较
反感的，所以会不会成为一个状态？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为什么马斯克跟他之间有问题。好，但是川普现在回归哦，让外籍员工非常大的焦虑，因为像最近我们不是1月底就要过年嘛，那1月20号就是他就职，所以蛮多人就说，如果你要出国，要赶在他这个就职之前先回来，否则你可能就回不来了，就有很多这样的说法。所以很多这个有工作签证的外籍人才就开始忧虑一些不安的氛围。所以蛮多人就说，如果有要出国旅行啊，或者是离开美国，一定要在这个1月20号他就职之前赶快回来哦，不然你可能就回不来了。好，那 VS 就是看这个马斯克啊，因为马斯克现在对于有一些技术人才，他是蛮需要的。他认为说，美国是需要一些技术移民的啊。那像是这个马斯克就觉得说，像 Meta 的人士啊，滚出这个共和党，川普就可能会被选边站。他就痛批说，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某些人士是令人不齿的笨蛋，必须彻底的被赶出共和党。那支持者之间就有一些内斗加剧，就会变得川普必须要选边站。好，但是像是矽谷的富豪就会认为说，美国是需要一些技术移民，所以其实现在在美国对于移民这件事情是有一些口水战的。所以马斯克是力挺外籍的工程师嘛，所以美国的技术移民限制是不是会放宽呢？但我们刚才不是有讲说，川普对于移民是有一些反感的，所以这会不会成为他们两个这个新纠结的一部分？那这个政府效率部马斯克跟另外一位叫做拉马斯瓦米都指出说美国缺乏好用的工程师。马斯克发帖就称啦，在美国既有超级天赋又有超级上进心的工程师的数量实在太少了。好，所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说，现在美国的政局，彬哥，我觉得南韩现在真的很严重，因为这个尹锡悦他就是死不要退下来，甚至现在讲出要跟李在明同归于尽。那一个令人吊诡的现象就是，最近南韩大部分的主流媒体民调都不做，因为怕激起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结果呢，有一些小众媒体还在做，你知道吗？这些小众媒体在做的时候，这个尹锡悦的民调已经上升到30%，这是非常诡异的一个状况。这当然有可能是他们故意要操弄，要去告诉尹锡悦的支持者说，还是很多人支持你，而且越来越多人。那但是这个其实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尹锡悦的支持者最终会和反对尹锡悦的人激起更大的冲突。所以只要南韩这个乱局不停止的话，南韩的经济怎么可能会好？所有东西大家都好不起来。然后他们现在已经竞争，就是彼此这个角逐激烈到这个连韩德洙也被干掉了。那韩德洙也被干掉，那现在再换另外一个来代替，那请问一下要代替几个？因为这些人也都是国民力量党的人啊。那除非说他愿意采取不同的方式，那接下来一个如果又不同意，那就继续干掉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乱局要赶快解决。但是现在看起来，韩国这个乱局目前他们自己内部是解决不了，所以内部解决不了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外部的势力，比如说美国是不是要去插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韩国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控制在美国手中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美国这边，因为拜登已经快要走了嘛，所以他大概也不想去沾这个东西，万一一个处理不好，让自己留下更大的污名，那就要看川普上来要不要来搞定这些。可是你看哦，川普之前连韩德洙都不愿意见，韩德洙本来想去见他，不愿意见。所以他有先见之明，他知道你快被干掉了，所以就不理你，就这样。那所以接下来你看川普愿意见谁，那个人大概就稳，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美国内部都有一些情报的啦，都会知道他们大概未来韩国的政局会发展到什么状况。那至于说中美之间呢，之前因为跟拜登的沟通不良，因为习近平已经抱怨过好几次，就是每一次拜登你当面答应我的事情，后来都黄，后来都没有履行，所以后来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民间，也就是由下而上的方式，用民间慢慢从工商业啊，从基础民间的中美交流，慢慢去影响政府高层。那现在又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因为川普回来，那川普回来是不是有重新可以打开直接跟习近平沟通的管道，还是会延续拜登时代的状况？然后说现在没有人知道，这样子，因为川普到底要干嘛，没人晓得。所以大家也就只能够等他正式上任之后再来评估，但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强硬移民政策应该是会继续执行，所以很多人会剉雷弹。实际上不只是工作人不敢回国，那很多留学生现在也不敢回家，因为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回家之后就再也回不来，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那至于
你说技术移民怎么会有人不要呢？我觉得马斯克讲的根本是废话。他说，既有超级天赋又有超级上进心的工程师数量实在太少，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数，好不好？废话，这种人你一辈子遇过几个？所以马斯克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根本是废话。好，我们问大钟教授。对，我觉得马斯克的发言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从竞选期间到胜选之后，其实他跟川普大概还没有任何的意见分歧过。他不管讲什么，川普都是背书的。OK， 对，包括前几天那个基本上本来要让这个美国政府暂时关门的暂时开支法案，一开始众议院共和党籍的强生议长他提了一个所谓的 A 方案，但是最先出来率先开炮的是这个就是马斯克了。而且马斯克开炮之后，他是留了100多则言，然后再骂共和党浪费。这时候，川普的这个副总统这个当选人呢，范斯出来讲话，那川普也出来讲话，而且是顺着马斯克的讲话的这个口调去讲。他是说而且有点暗示说，强生议长，如果你想要保明年的宝座，你不可以被民主党予取予求，你要拿出你的肩膀出来。其实川普是要通过希望能够让这个举债上限能够往后移，有利于他明年1月20号就任之后，他要做大减税。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马斯克不止这些而且还包括我们看回顾这1-2个月以来，胜选之后很多人事的任命，其实马斯克都讲话，而且很多时候川普还蛮听他的话。好，然后当然经过这几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也蛮故意的，因为民主党的议员就有点酸，或是刻意挑拨离间，他们还用 AI 做一些图，说现在难道我们的总统是马斯克吗？是不是川普反而成为傀儡呢？等等等等，这样的讲话都非常非常多。但是我想短期之内，这个蜜月期还是会维护下去的，因为第一个，川普还是会投桃报李的人。在大选期间，马斯克出钱又出力，他大概为了川普的竞选花了2亿多的美金。这一点其实川普是会感念在心。他们风格非常像，而且都是强势的领导者，而且理念有些地方还是蛮接近的。第二个，不要小看马斯克的影响力，因为他在这个社群媒体上有超过2亿的追随者，这些很多就是川普的，就是重叠的，也是川普的这个狂热的支持或选民。所以，即便是马斯克，我想任何一个领导者其实是人性，就是说你跟他是好伙伴，他是你的竞选功臣。但他现在的正式位置就是个政府效率部的部长，可是他管的事情，他的影响是远远超过你给他的这个位置。会不会有些忌惮？会不会有些隐忧？我觉得人性里面是，但是因为现在才刚刚开始，还没就任，所以所谓的蜜月期，我觉得马斯克跟川普还会维系好一阵子。好，我们要请珍辉舰长帮我们分析一下。我特别要讲一下马斯克跟这个川普，因为他们两个的感觉其实我是有一些感觉的。我是小说家，小说家其实一直在描述的是人性，是人性是很重要，人性其实左右了所有大事。我们这一辈子活到今天包含你去看看你所有你过去认识的朋友里面，你问自己一个，你有没有碰到一个跟你频率几乎很相似的人？我说的频率就是说，今天一件事情来，不是说我们吃东西一样喜欢吃什么，那个都是习惯喜欢吃什么。我说的频率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两个会有几乎一样的一些想法。好比说柯 P 被起诉，我们两个几乎讲起来是一样的。我不会，好比说我不会去讨好李老师，李老师也不会讨好我们，就是一样，所有事情都是一样。你有没有去试看过，如果你碰到一个像这样的女孩，你知不知道你会深深的爱上她？如果是碰上男孩，因为你们几乎是一样，就算偶尔我意见不一样，可是我把我的理由一跟你讲，你立刻听得懂。你知道到今天我就发觉听得懂是何其的难。有时候我跟一个人讲我的理念，讲了30分钟口干舌燥，他还是原来的那个想法。可是也有极少部分的人，我才跟他讲你这个考虑不对，你要想这样，你就发现他两眼一亮，我就知道我根本不必讲。所以舰长觉得川马是知音就对了。他们两个是同频率的人他们两个这种人是很难拆散的。我这样子讲这两个都是大老板。你认为川普会委屈自己的意思来去附和这个马斯克吗？
或者马斯克来委屈我的意思来附和你川普吗？他们两个几乎对所有的东西都有一样的看法。为什么？因为他的出身是一样的，他们两个的聪明才智是一样的，他们的成就也不相上下。这个环境啊，一直影响过来到他今天，所以他们对很多事情就是，我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目的性的时候，而且我确定我达不到目的的时候，我们立刻放手，这就是商人个性。好比说，像刚刚主持人你刚刚也讲说，川普第一任说打 TikTok 往死里打，他现在为什么不打？他如果能够把 TikTok 打死，他也会打。他发现打不死。如果你真的把他一直赶出去，反而是我们美国可能受害。这就是商人个性。川普跟马斯克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人，你要叫他两个拆开，真的很难。他们可能私底下都会讲，我这一生没有碰到一个频率这么相似的人。这就是他们两个的感觉。好，但是频率一样的人会不会有余量情节呢？我们还是持续的要来观察一下啊，有没有可能会有决裂的时刻？因为川普跟马斯克就因为是频率很相近，所以决裂时刻可能也很相近。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带大家来关注乌俄战争哦。好，乌俄战争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讲到的比较新的当然是北韩士兵。好，现在说北韩士兵哦，其实这个一去真的不复返，要抱着必死的决心哦。因为像说这乌军跟俄军近日在库斯克交战，许多被派往前线支援的北韩士兵，因为拒绝向乌克兰投降，所以宁愿自缢。好，为什么呢？如果不自缢，你这样子回去，你的家人恐怕就会被清算。好，所以呢，干脆自己离开会比较好，就说啊，我是被打死的，这样可能会比较安全。好，那当然到了俄罗斯之后，北韩军方北韩的军人哦，他们遭到乌克兰重挫，白宫这边是说啦，有好多上千的士兵是伤亡，所以他们说人海战术是无效的，这是科比讲的哦。他说光是在上周库斯克就有数千人丧命或是受伤，所以远远超过了美国官员之前提供的一个数据哦。好，那当然普京现在也向金正恩来致贺新年的贺词嘛，希望2025年继续合作。哇，这个合作还是士兵的合作吗？蛮可怕的。好，泽伦斯基就讲说，北韩士兵伤亡非常惨重。中方他提到了中国哈，他说如果不想让战事扩大，就要发挥影响力啊，要让平壤当局停止派兵来援俄。但是泽伦斯基说话有用吗？中国会听你的吗？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其实跟这个莫斯科还蛮有互动的哦，他明年计划要再次的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大使怎么说呢？他们就说中国现在没有谴责这一场持续34个月的战争，就是因为北京了解到这场战争的根源，就是因为他们面临着许多同样的挑战。好，美国跟其他的盟友是正在亚太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以乌俄战争促使了中俄变得更加紧密哦，所以两国各自跟美国还有其他西方盟国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不少的中企也受到了连带的制裁。好，这个战争哦影响力之大，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好，当然现在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关系既然越来越好，有一些东西当然就要有更大的合作啦。我们看到中吉乌铁路哦，现在已经启动了。好，俄罗斯态度松动，原本是不太想要让他们来进来，但是现在说好了，那我们开工吧。商议27年之后，终于开工了。好，这个指标性的中吉乌铁路在27号在吉尔吉斯的贾拉拉巴德举行了项目启动的仪式。中国大陆官媒也说，这个项目是早日开工建设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有500多公里长，我们看到这路线图，哇，真的是连接了蛮多这个区域的哦。那总建设成本大概是46.65亿美元哦，其中23亿美元是贷款形式，由3国来提供资金，中国提供了大概是10.87亿美元，那其他的是5.73亿美元。好，那中吉乌铁路一旦完工，它最大就是可以连接土库曼、伊朗、土耳其、巴尔干，然后把整个欧洲都衔接在一起。所以习近平非常努力嘛，要把这个铁路打造成一个一带一路的合作的新的示范，要建构一个更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的共同体，要注入一个新的动力。好，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这样，中国大陆自己这边有一个第一天路的这个沪苏湖高铁也开通了。那这条开通呢是横向的，
它是横贯江浙沪的一个通道，所以以后上海虹桥到湖州最快55分钟就可以抵达了，那就会成为中国大陆高铁网最密集的区域。那这个长三角的消费人口当然是比较多嘛，所以今年很多的品牌都选在这个长三角的城市来首发全球的新品。那当然看准就是这边的这个人民币好经济火车头，长三角的 GDP 就会破134兆哦，就是说引领经济发展的一个作用相当的明显。好，首先我们就要问彬哥，哇，中国大陆好像看起来都很会讲，但是其实他们现在经济状况还有这个外交都是很紧绷的，对不对？大陆最近这1-2年经济状况其实不是很好，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大家也都在期待中国大陆到底会做些什么。那中国大陆最擅长什么？就是基建，所以它的基建不但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也可以促进一些经济活动。所以他们一定会持续推行。那当然，他们现在也要开始发行新的公债，然后持续想要去活络经济。那这一招到底有没有用？有的学者说有用，有的学者说没用。那就看它到底怎么发展起来。那中国大陆其实因为他们的形势，他们会是真的找很多经济学家去思考，到底要去怎么突破这个困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是政客突然躲在冷气房里头，大家想一想，然后就随便糊弄几个口号就出来做。所以老实说，我想谁比较有办法去解决经济困境？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至少比我们厉害一点。那北韩这个状况，你说他去那边会不会遭受到一定程度的伤亡损失？我相信一定会，特别是那边是一个过去他们在受训的时候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战场。所以他们一开始一定会不适应，可是伤亡会不会有像科比讲的这么严重？我其实是存疑的。你要知道，假设北韩的伤亡如此的严重，北韩总共才去1万多人呢，你一个礼拜就伤亡数千人呢，那还得了？那北韩已经失去战力了，那你们一直在那边喊话干什么？对不对？你泽连斯基干嘛假好心？如果对手这么弱，应该给你打好玩的啊，你应该很开心啊。可是显然不是这样，所以对科比的讲法，我是抱持怀疑的态度。真的伤亡有到他们所说的这么离谱吗？那泽连斯基想要叫中国大陆去对北韩施压，我就想不太懂，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对不对？损失也是损失北韩的啊。实际上，中国大陆现在就算去劝北韩不要做，北韩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北韩借由这个出兵，一方面它可以训练自己的军队，让他们赶快接触现代的战争到底应该怎么打，掌握更多的新技术；另外一方面，北韩因为这样也得到了俄罗斯很多的资源啊，他怎么可能会放弃这个东西呢？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也不要妄想，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生哦。那导致中吉乌铁路这个地方，过去俄罗斯是一直挡住不让他弄，因为这会直接危害到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的想法就是，我一直把你中国大陆挡在亚洲这个地方，我让你过不来。整个对欧洲的门户是由俄罗斯掌握，所以他过去挡了27年。可是现在俄罗斯有求于中国大陆，所以他不得不点头同意。那中吉乌只要一开通，以后中国大陆要通往欧洲就不用再经过俄罗斯了，它可以从南边这个地方绕过去，所以就会慢慢脱离俄罗斯的掌控，甚至中亚这些国家以后可能都会慢慢跟中国大陆越走越近。所以这是过去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状况，可是现在情势比人强，他不得不同意。所以中吉乌铁路一开，等于又帮中国大陆通往欧洲开了另一扇门，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会有一个提升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当然中国大陆也面临了很多困境，可是我觉得人家至少一直努力尝试想尽办法要去突破。可是我们呢，我们只会坐在那边讲，然后大家内斗就把自己所有的能源全部耗尽。台湾真的要赶快迎头赶上。确实哦，台湾内耗的消耗程度蛮大的哦。大东教授，对，那个北韩投入这个俄罗斯的战场库斯克州，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新闻，2个礼拜以前新闻的讲法是说大概有几百人伤亡。那现在的状况是我先讲美国的估算是1000多人伤亡，有阵亡，有这个受伤。那南韩国情院的评估大概是1100多人，1200人，是在2天前。那乌克兰军方是统计是最多的，他说有3000多人。那我没有办法判别这个正确的可信度有多高，但是我们想想看，因为到目前为止，北韩派入到俄罗斯助战的，大概就11000到12000，大概500多名军官啊，12000人里面有3位将领是压阵。但是假设就像刚刚所说，有3000多人伤亡的话，其实这个部队应该战力已经是大幅的衰弱了。我觉得，所以我不太能够辨别，但是现在不排除，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源源不绝，北韩在派遣更多的部队到前线，
来帮助俄罗斯哈。因为今年普丁跟金正恩所签订的这全面战略伙伴条约才刚刚生效，意思是说他们把自己彼此绑在一起。过去北韩带是提供这个俄罗斯最缺的弹药、装备、武器系统，包括部分的无人机等等。那现在可以发现，在库斯克这地区里面，其实战况还是非常惨烈。俄罗斯还是需要大部分的一些人力的补充，能够让他在东线能够比较有余裕去展开他的攻势。那北韩就扮演这样的矛头的角色。但是我们知道伤亡一定是惨重，但是有没有到3000多人，我是有点打问号。但是总体来说哈，因为很快到明年2月份的时候，战争就要满3年，超过36个月。这里面其实如果是根据泽连斯基自己讲，他自己承认是应该数字是最保守，4万多名乌克兰士兵阵亡，那伤亡的数目大概是几十万人。俄罗斯的数目一定比乌克兰来得多，所以两边加在一起，伤亡的数目大概是100到150万。我们在讲这些数字的时候，好像都不关痛痒。其实非常惨重啊，所以我觉得明年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迹象了。我觉得迹象可能还是谈判做的几率会大一些些，我觉得会比现在比较明朗。那现在库斯克就是你死我活，那俄军的推进啊，其实是有点缓慢的。我看这2天 ISW 战争研究所的这个估算，其实并没有明显的进展，所以有点僵持住。对，明年才是关键点。好，所以明年因为川普要上任了嘛，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奇怪，就是川普照理来说，泽连斯基有跟他稍微见了过面，但他还是喊话习近平要来帮忙，所以这件事情也稍微有一点玄机哈。好，我们再来问征辉舰长，现在看到这个习近平啊，然后还有他感觉就是一个慢慢变成世界中心的一个领导者，然后再来看到这国际局势，您怎么看？我觉得中俄一定会越来越近，而且从习近平上任的，他2013年上任的第一个访问的就是俄罗斯，他第3任连任的时候，第一个出去的又是俄罗斯。反过来讲，俄罗斯在上一次在俄乌开战之前，2022年2月，就是还有10几天要开战的时候，他到了北京，他也跟他讲，我相信他一定有跟他讲，那里要开战了。然后后来这个普丁在连任的时候，不是一个今年连任吧？是。他第一个就又到了北京去，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第一个就是我第一个都来先跟你讲，我现在跟你道贺，他们非常紧密关系，中俄会越来越紧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讲一下这个北韩的这个事。北韩的这个士兵，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的那个上面的影片，他们的士兵打碎那个冰啊，第一个那个钢筋啊，什么回旋梯啊，这些跆拳道好厉害啊！我当时看到那些都是好看而已。现在战争没有肉搏战，你这些人再厉害都没用，你知道吧？你看你在那里面跑有什么用？现在战争你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保命啊？因为现在战争武器太远了，面的杀伤太大了，又精准，那怎么办？你知道？你要跟百姓藏在一起。如果说你一个部队就在外面一个这个没有人的地方，人家只要锁定你一个面的杀伤的武器，基本上就会被团灭掉了。所以韩国这些北韩士兵知不知道？这是第一个。所以他的伤亡会特别惨重，因为可能我告诉你哦，这个俄国人有时候还可能挺坏的，他讲反正你们多死一点，北韩朝鲜会更火，会派更多人来，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想北韩这些士兵有多可怜，我们可能认为很可怜，对不对？我上次去查，我才发觉北韩士兵，你知道他是月薪多少钱？5、6块美金，这是我查到的。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说他的月薪只有1块美金，我天哪！然后他到俄罗斯的这个战场，俄乌战场，俄罗斯给他多少钱一个月？2000块，2000块美金。难怪他们那时候不是就是一个青年人自愿从军为保卫国家，一天有140万人自愿这个上战场。那你说他会死啊，死好可怜呐！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台湾有一个兵在乌克兰死掉了？报上有登，你知道他的抚恤金哦？乌克兰给他抚恤金多少钱？924万台币，想过吗？924万台币，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一样小气，也给他924万台币，这对这个北韩士兵是我的天哪，他祖孙3代都发了，你知不知道？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北韩士兵这么争先恐后的去？因为他的利益。我告诉你，鸟为食亡啊，他的利益太大。虽然我死了，
可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一笔钱的补助。然后最后我要讲一下这个中极物这个通车啊，其实，在最近几年，你隔一阵你就看到中国大陆的叫做基建狂魔，哇，又建了一个什么东西。当时我每一次我看到这些新闻，我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能不能我们台湾请大陆的一个基建公司到台湾来，帮我们打通6号我们的高速公路横的嘛，打通中央山脉，从这个埔里就一直穿到花莲。我看了一下那个的距离是45公里，你知道这对中国的基建是轻而易举。是在东北亚这一边呢，现在整个局势会重新盘整，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在俄乌战争开发之后，中俄之间的关系跟以前来说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好。来，明年2025年即将要到来，普京呢现在先是向金正恩致新年贺词，希望2025年能够继续合作。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不是呢这个所谓的俄乌前线，包括了鼓山炮啊，包括了反坦克车导弹啊、导弹车啊，包括了炮弹啊，甚至火星11导弹啊。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讲，基本上都是北韩做的啦。原因是因为他们有200个厂房，现在是产能全开，在帮助俄罗斯。所以在前线里面，60%来自于北韩提供，1/3的弹道导弹也来自于北韩。也因为这样呢，现在说了，火星11弹道导弹，他们竟然做了已经超过有100枚。这一些呢，基本上就是在俄乌战场上，你会想问，为什么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有这么多弹源不绝啊？就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了强而有力的助手。那在中俄关系上呢，传出了习近平现在明年呢要再访俄罗斯。俄罗斯大使讲了，这是因为俄中之间必须要共同来对抗美国，因为美国呢现在要把他们手伸到亚太来了。其实呢，在俄乌前线，目前最新的战况就是俄军确实现在冬季来临，持续打，而且是包抄式的打。那在南部一点点的赫尔松这边传出乌军呢，他其实是要来攻赫尔松的，可是呢拿不下来。红军城的部分呢，则是已经被俄军2翼包抄，很可能呢很快猛烈攻击之后，用包围的方式把它给吃下来。而且呢，现在美国当局认为啦，有可能北边的库斯克州未来几个星期乌军就会被赶走了。如果说呢没有赶走的话，可能也就在这边待到春天。春天来了，因为那个比较北嘛，可能已经冰天雪地了，所以现在也没办法动，那就把你围住在这里。春天来了，马上把人给请走。这一些都是前线的战事发展，从北边，然后到东边这一边，然后呢到南边这里，全部好像看起来对于乌军都相对不利。所以呢，他们的民调上面也出现了一些民心上面的变化，包括什么？包括盖洛普上个月发的最新的民调，52%的乌克兰人现在支持通过谈判来尽快结束战争，这比前一年呢是大幅的增加了有1半以上。而决心要站到最后的，已经从63%跌到38%了。甚至欧洲人现在认为，川普1月20号要上任，很可能马上就会停止对于基辅的资金援助。所以呢，包括了意大利51%，丹麦59%，甚至呢法国52%，这一些人都同意这样的讲法，那就会影响到。如果美国不挺，我们要挺他到底吗？来，意愿通通下降。丹麦呢40%要挺他站到底的，结果意大利只剩15%说要挺乌克兰到底，甚至呢还很明确的讲，哎呀，都打到这样了，割地赔偿在所难免啦。德国不是先前也是喊得很大声吗？62%的人跟他讲说可能要割地啦。英国不是战车通通开去了吗？过半，法国过半，通通都觉得说你要谈判，即使要割地，你都得面对现实。这一些呢，基本上就会让乌克兰心很冷很死，所以现在冬天来临，12月31号，所谓的过境的这个天然气的管线呢，
这个合约就要重新来 renew， 要再签。斯洛伐克就讲啦，如果你乌克兰真的不让天然气过境运输的话，我就要把对你的电力给切掉。原因是因为呢，未来2年这么做会对于欧盟造成1200亿欧元的经济上面的损失。斯洛伐克每一年会损失5亿欧元，大家日子都这么难过，你真的要这样搞我，我不会让你好过。而且呢，目前也传出了俄罗斯准备要透过绕过乌克兰的路线向欧盟出口天然气，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其实也是一大收入。这一些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欧洲这边开始已经有不同的想法。而这场战争打到现在为止，你会问，到底对于乌克兰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土地不见了，人不见了，家破人亡之外，可能啦，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让他们觉得比较好的是什么？是他们真的武器上面呢，已经从苏式，就是苏联剩下来的这一些的部队啊，不管是战略武器转向了北约化，变成了西方的设备，旧设备通通得到了升级改造。好，可问题是呢，乌克兰战争上面装甲啊、炮弹损失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像乌克兰供应武器，在美国这一边呢，他们其实要自己补充，也都极具方面的挑战，所以欧洲的武官他是这样看的，他说呢，其实啦，有没有可能研发武器太慢，所以呢，要用的时候都已经过时了，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好像力不从心。这个呢，其实是俄乌战战到现在这个已经快要收尾的阶段的时候，大家再重新审视，到底在这场战争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要检讨的话，要从哪里开始改正？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您怎么样来看？我们先从这个普京要跟金正恩贺年开始。当然，他要感谢金正恩了。因为我跟你讲，打仗啊，耗的弹药是很可怕的，后半段都靠他了。不是你一开始都是上万发的这个一天的消耗。打了3年内，所以我跟你讲，任何国家打仗，第一个是现有装备，然后再打库存装备，然后再打生产装备，再还有呢，就是跟人家去借装备啊，那要关系要好。对，现在你看，俄乌双方都在外面借装备，乌克兰是靠美国给，对，自己要做一点，对不对？那这个欧盟、北约也给他。那俄罗斯谁给他？因为中国党了，我不提供军品嘛，对，我只提供军民可用品嘛。是。那俄罗斯虽然是生产力再强，也经不起3年的消耗，而且一天都消耗上万发。那当然，第一个，北韩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所以它的大量就过来了，500万发炮弹，又有飞弹，又什么都来。所以，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北韩出来那么多呢？现在俄乌战争的局面就像下围棋到收官的时候，下象棋就是这个将军抽车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玩扑克牌是最后王牌出来的时候，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冬天占到最多的土地，好上谈判桌。你是投降呢，还是弹劾呢，还是割地？好，乌克兰面临的问题，我最大的金主是美国。美国换老板了，对，那个老板也不想再给你了。那第二大老板就是欧盟。欧盟说我们帮你也很久了，但是我们这民间有句话，救急不救穷啊。我已经把欧盟很多国家的弹药都给你了，我自己的要补充啊，那不要补到哪一天？说现在再来研发，那不是更不知道哪一天才研发出欧盟需要的武器？因为欧盟感觉他的武器已经战场上。俄乌战争里面演化出很多新武器，对，所以他们也慌了，所以泽伦斯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困难，求爹爹告奶奶，爹爹奶奶都不给了，那自己呢打得人穷财尽。我记得2年前就讲，什么时候签合约啊？拖不下去了。他现在面临拖不下去，民调也下去了，军队士气也没有了，那么大个战场，赫尔松反攻也失败，这个。库斯克那边已经快要被包围包抄了，所以我讲这个时间不久了。再加上说最大的民意支持，我们民族意志啊，民族意志从当年都支持你，民族英雄，现在都掉了。为什么？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家里没电，冬天又受冻，我就不相信你有多大韧性再来支持泽伦斯基啊。所以泽伦斯基这个时候不谈呢，那你这次个人的道德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从方方面面来看啊，这个俄乌战争呢是快要结束了，而且是丢盔卸甲，失土是一定的了。你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跟人家谈。所以现在就是看俄罗斯要在库斯克这边把领土全部收回，然后这边乌东呢也要打到整个乌东的边界线上，所以它还有一部分顿涅茨克还没收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最紧急的时候，尤其现在的气温让民间的这个士气、军心士气都下降。其实我很同情乌克兰的军人，能够撑到现在实在是不容易啊。是，其实呢，今天打到第3年嘛，前2年呢，在冬季差不多已经到12月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已经休兵的状态，大家不太打了。可是你看看，现在俄罗斯还是猛烈炮轰，真的就是像帅将军讲的，因为到了最后时刻，这个时候不冲，可能这个谈判桌筹码上要少一些。对，其实乌克兰打到目前他们战前是4200万人左右总人口啦，那现在陆陆续续有，当然他们死亡在8万多人啊，然后伤亡几十万人。总人口下降到2900万人，但很多人是移民啊、逃跑啦哈，所以人口下降对于一国的传统国力来讲，一定是下降的，因为你缺乏那么多人力，你国家要继续运作嘛，所以它的整体经济也是下行的。那当然，打仗真的是劳民伤财，不用讲。刚才孙将军也讲了，打到现在就两边都要借钱。乌克兰最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哈，那美国从2022年2月到目前为止，大概是1750亿美元的援助。它里面有包括2部分，一部分我们叫做乌克兰援助计划哈，叫 USAI 哈，那个 US 是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 哈，不是美国的 US， 那 USAI 这个部分呢，钱给了很多，大概超过600多亿了目前。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用总统的特别提拨权，就是拜登哈，他说从武器库里面拿出来，立刻赶快给，尽量给。尤其他现在要卸任前又给了一笔嘛，是大概总统提拨权大概还剩在50多亿啦，他想一次把它提完，全部给乌克兰。能帮尽量帮，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啊，拜登只要下来之后，川普上来说1毛都，我还是要慢慢收尾了，我都不给。那不给之后，那其他的北约的邻国也在看说，那你们都不给，我们要给嘛？钱很多，所以你如果是看这民调，这边民调说，北欧7国民调挺乌到战胜，意愿下降哈，然后丹麦啊40，意大利剩15哈，对。这个民调，但我没有仔细看这民调，但是民调问法是什么？假如问法是，美国人不帮你的，那你觉得要再支持吗？那当然，那个民调一直低嘛。抗敌意志跟美国的安全承诺，我觉得有高度的相关性，不管是在哪里都是，台海也是一样。你问台湾说，我们如果要不要抗敌意志，你要看美国人有没有帮忙，高度的相关性。问题是你在做民调的时候，通常都可以作假，你可以把美国不帮忙这个东西拿掉，你就说，你抗敌意志怎么样？你只要不把美国这放进来问，大家会说，我抗敌意志很高啊。对不对？问题是，假如你问你问题是在美国没有不帮忙的前提下，你的抗敌意是多少？我告诉你，不会高起来。这就是一个我们相关性的问题。我在讲这个中俄关系非常紧密。我们以前在讲中国其实他们没有什么联盟。毛泽东说不结盟不当头，不结盟不当头，所以他们就有什么伙伴关系？但是他的中国的伙伴关系大概有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跟一般伙伴关系，这3种。中俄的伙伴关系是叫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是全面最高的，是唯一的。我们讲全局性伙伴关系里面就只有中俄这个叫全面战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很拗口，但是这是特别的，因为它包含的项目非常多，从科技、人文到贸易都是在他们这个所谓伙伴关系里面。那偏偏我们这一次，我们知道2024年5月的时候，那个普丁跟习近平又签了一个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是把这个所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提升什么？第一个，如果有外部势力来不同意识形态来，我们要对抗。他特别在讲这个，对的是谁？就对着美国人讲啊。第二个是他们的合作要深化到各层面，不仅是军事、科技、贸易，中俄都要做。所以我们讲中俄之间的联盟紧密度是越来越高了。好，请教一下岳老师会怎么看？我觉得要不要打仗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看民意民意调查根本就没有用会表达意见的人不会上战场了，会上战场的人很无奈了我旁边坐的将军嘛，他心里非常了解这个话呢，这个打一场尤其是没有任何胜算的战争，一般国家都是不会轻易动手的了。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话，打了快3年，打到现在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有几件事情我觉得台湾应该铭记在心特别注意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如果你打仗的话呢，这个援助完全是指望美国，尤其是美国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啊。这个其他的国家的话呢，因为俄罗斯指望朝鲜的话好一点，因为它是独裁，它是原则上不会乱变的啊，你不把它推翻，它就不会变。但是美国这边好端端的，突然整个白天跟晚上的大改变了啊！那个川普一上台，1月20号的话啊，百般嘲弄啊，你认为乌克兰心里什么想法？所以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的话呢，现在这边一个调查的话呢，是一个心理战啊，因为大家强调了啊，那个库尔斯克其实在俄罗斯境内啊，乌克兰这么发疯的跑到里头去，普丁这个完全是采用这个毛泽东的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啊，把它围起来啊，准备叫他们投降啊。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呢，整个策略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嘛。普丁当然更知道嘛，反正你在战场上得不到，你休养在谈判桌上得到嘛。所以这个2024跟2023大家对比一下的话，2024的炮火猛烈的原因就是要准备上谈判桌嘛。因为这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既傲慢又无知啊，什么话都说在前头嘛。对普丁来讲的话，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说哈的时候，你开着牌在那边说哈，那不是很好玩吗？对不对？要耍你这不很容易吗？现在俄罗斯现在就是在玩耍老鼠，这个老鼠里面包含乌克兰跟美国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本身来讲只好声东击西啊，就对北约来讲说，不行啊，原来是要2%，上个月还讲2%的 GDP， 现在突然成了5%了，那其他欧洲国家都吓死了。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呢，欧洲国家的话呢，他们之间透过民意只是一个媒体战啊。就是透过媒体来表达一下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他们不但不赞成继续养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了，而且也知道它已经快结束了，甚至希望大家媒体制造声势，就是说大家早一点改选，把泽连斯基换下来啊，让乌克兰这个国家还有机会存在。那个泽连斯基的话呢，看到川普第一次给他建议的话，他不敢签了。为什么不敢签？他身上背了几10万条人命啊，你签下去不就死定了吗？对不对？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出来招数很狠啊。什么天然气不准你过、啊？那俄罗斯讲不天然气不给你过，你不要买随便了。那个川普马上讲了，你们欧洲国家规定要跟我们买天然气跟油，你不要管贵不贵，你得买就对了，否则关税。这个基本上就是拿来当成税函在处理一样，这个还得了啊？好，其实呢，如果从地域上面、区域上面的战略上面来讲的话呢，你还记得吗？美国先前有一个Quad，有没有美日印澳？这个印度好像很久没听到了，最近他们又开始，好像有一点这个抗中意识会起来。好，什么原因？原因是因为现在中国批准了全球最大的水力发电厂。那这个水力发电厂在哪里？在雅鲁藏布江这个下游的一个水电工程。那如果完工之后呢，它发电量是3000亿千瓦，足足是三峡大坝电量的3倍有余。你就可以想象它的那个水量是有多少。所以呢，在它下游的，包括了印度，包括了孟加拉，大家就会担心，万一啦哈，你们用一个比较小人之心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有了控制水流权，你一次呢整个给它放下来的话，我下面会不会就直接被你淹没了，或者呢我就会直接溃堤了？所以呢，这一些的内容还包括了呢，他们说有数十个横跨青藏高原的一个建设计划。青藏高原在这边，那如果说呢你这边又搭配了整个区域上面的重新建设，就会让印度当然紧张。好，所以呢，现在他们地缘专家就开始在讲了，这个中国是战略性的思考，把水变武器，听他们怎么说。China will follow the trajectory of several other powers who become unusually aggressive militarily, strategically, and instead of looking within on the economic issues it is having, they may want to externalize the problem, Brahma. So they're looking for friction. They'll be looking for friction in coming days. The fact that the latest reports on the Super Dam project have come soon after the two countries' special representatives met in Beijing. Of course, it fits with the larger pattern. It's not just with India. It's blackmail, you say? It's blackmail? 好，所以印度呢对这件事情，他们心里面的想法其实是这样子的，而也因为这样啦，你也知道，一直以来印度也认为自己也是军工大国啊，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看到中方的航母，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叫什么喷黑烟啦？说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有问题，怎么会技术故障呢？”但是呢，中国他们是怎么讲的？他们说这个基本上所有的航母都是长这样啊，而且啦，是不是因为我们一下下饺子下太多了，所以才会让你们连这种东西都要拿出来炒作？
作。其实现在中印边界确实可能是会有一些紧张，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在大陆的新疆，他们一口气新设了2个县，而这2个县呢，其实是在争议地带克什米尔地区的旁边，而且呢，在1962中印边境战争时代，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后勤的军事要地，所以呢，在这边又新设了县，表示呢，它可能要重新整顿，要有更多的资源进来，就会让印度这边其实是紧张的。而对于呢，现在的印度的太空计划，他们就讲了，我们其实也有自己的太空的计划的进程，包括什么？包括呢，他们要模拟火星条件，要让一个太空人呢，他可以独自在山区里面完成了3个星期的测试，就是假装呢，他是在太空舱里面啊，然后里面呢会有未来的月球啊，或是火星的基地，有床有急救包等等，要希望2035把自己的太空站做好，2040把人送上去月球。印度呢，其实他们一直以来在这方面都是有野心的，要打造自己的卫星星座。所以呢，目前已经启动一个重要的计划，说有30家公司大家都抢着做，要打造自己的地球观测卫星星座，要减少对于外国数据的依赖。这个当然了，如果你是对于一个有太空野心然后的军事国家来讲的话呢，其实还蛮需要的。但是呢，大家也要知道的是，大陆上面在这一个部分真的是已经超前太多，甚至比美国都还要再往前走一些些。他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量子科技。传出说，大陆的国务院讲了，要扩大地方政府的专项债使用规范，包括了低空经济，也就是卫星的部分，量子科技、商业航太这一些呢，通通可以变成了专项债的投资范围。就是希望2025年，也就是明年要开始发射低轨卫星，希望10年里头可以建成量子星座，取得关键的技术突破。另一个部分呢，我觉得蛮有趣的，说2028年，你现在是2024，明年2025，觉得3年后，他们要在月球这边盖房子，是不是蛮有趣的？因为呢，他们现在已经公布了要用月壤来盖月壤砖。那做出了月壤砖之后呢，是希望可以在这边是不是能够试试看有新的建设思路？那如果真的是基建做到那个月球上去的话，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另一个部分呢是2台的电波望远镜也要投入来使用，支持深空的探测，希望在太空这个未知的世界里面有更多的了解。好，但是呢，有一个部分是商业火箭的部分，也就是说呢，国家有国家力量，但在商业的火箭的部分呢，现在虽然是失败的，但是创下了年度的发射记录。在这一边呢，可能啦，马斯克就会比较在意这件事情到底中方在这边进展的怎么样？那如果说呢，进展的太快的话，可能也会让马斯克觉得中国会给他一点压力。回过头请教一下帅将军，您怎么样来看？我们先从印度这里开始好了。要建这一个所谓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下游的印度孟加拉很担心了。不是这个东西是想象中间的危险。你想我们中国古代里面战争里面常常就是把河流断流，等到水量蓄大了以后放开来把沉淹了。对，这个战例已经太多了。对，今天假定说解放军是为了要攻打印度，会去盖一个水力发电厂吗？水力发电厂很贵但是它输出的电力是很够的。是，今天假定是纯军事的话，它只要用几千磅、上万磅的炸药把一个山壁炸垮了，就堵了嘛。堵了以后，等到水量虚高了，再用炸药一炸，泄洪嘛。这个才是叫做军事威胁嘛。你会花个几千亿去盖一个水力发电厂来吓你吗？水力发电厂水满了，它还是要流出来呀。是的。那为什么在西藏的新疆呢？这边山高水急啊，它这个发电量当然大嘛，落差大嘛。落差大，这个水力发电的电力就够嘛。所以它可以比三峡水电站3倍啊！这个经济效益太大了。我相信中国绝对不是说我盖这个水电厂是为了来威胁印度战略作用，我花那么多钱干嘛？根本对印度不值得用这些钱嘛。印度讲那些东西，你让他去吹吧。你看他的军事装备的发展都变成国际笑话了，他还要登陆火星，你画个图吧，月球对不对？还要去月球，还要中国大陆对月球还带了月球图呢回来试验。什么样的
综合技，我们打泥巴砖还要放点稻草嘛，对不对？你要试验的出来才有这个，所以他吹就让他去吹吧。我觉得中国开发大西北跟这个新疆、西藏是有含义的，因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是最富庶区，对，很容易受到美军的核子潜舰，他把重心移到西北去，以西安、成都为基地，为“一带一路”往欧洲发展。他在中心地带，就是陆权国家里面中心位置就在这里。所以我很早以前看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想建立陆权的这个霸权，因为这100年来是美国建立的海上霸权，那现在能够打通欧亚了，就可以建立陆上的霸权。所以你看它的建设一步一步，我看很久啊。你看成都为什么发展得很好，西安为什么发展得好，这个中乌吉铁路、中欧班列，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啊，你要往这边发展，没电怎么行呢？电从哪里来？这边的水电厂，是这样一看就懂了嘛。我们先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在中印边界现在因为要先建一个这个水利大坝，所以呢让印度好紧张，说中国要拿水当武器了。请教吴老师。其实我也是赞同将军的讲法，这个水坝不代表他们两个时候紧张，因为其实中印的关系是在和缓。好，我们还是再讨论一下，因为其实从2020的加拉万河谷那次冲突，2021年的锡金跟后来的达旺冲突之后。中印双方知道说冲突不是永久，两边还是要有和缓，所以今年在那个俄罗斯克山的会议上面，习近平跟莫迪谈了，特别就这个边界上的解决，特别是他们实体接触上面不要接触，就两边的军队不要接触，他巡逻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然后呢，这阵子他们在北京也签了一个6项协议，好，包括要维护边界的稳定啦，实体的交流啦，好，特别是跨境交流啦。还有我们讲这个边境的控管，签了6项协定，王毅跟他们签了，好，所以中印在这上面他们是的确有在想要和缓这个边境造成两国的紧张啊。但我们讲说，其实它这个边境的冲突，除了领土的议题之外，也是代表的是中印在这个地区强权上面的一个背后的争夺。简单讲，就是两边在想说谁是老大，在这个地方哈。那当然，如果有大国的影子，接下来又有美国的影子，因为美国过去在拜登的我们讲的，不管是跨也好哈。或者是什么多边外交之下，印度感觉好像要加入这边，可是它又有一个不结盟的概念在这里面的时候，那时候中印关系是紧张。可是现在川普上来不一样，川普上来他讲了他的川普是单边主义，印度就发觉苗头不太对，所以我想印度在玩这个两边讨好避险是蛮明显，所以中印关系接下来和缓机会会多一点，我想是。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岳老师总结。阿鲁藏布江我见过哈，的确非常大，水源非常丰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坦白讲啊，这个印度的阿拉布是有名的，非常凶啊，对不对？什么用水资源来武器化？没错，我告诉你，国际关系就讲实力2字啊，你有本事就过来嘛。就这么简单的，因为你讲其他都没有用啊，就是说什么哎呀不能武器化什么的，对，原则上不要打仗。除此之外的话，国家就是讲实力的。那印度本身也知道啊，所以对印度本身来讲的话呢，印度说2040年要登陆月球，非常好啊。大陆讲这是2030年了，美国是1969年就登陆过了，但是美国到底登陆过没有？大家现在开始就觉得，哎，奇怪，怎么忘得一干二净了？好，不管怎么讲，有梦最美，希望相随，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头的话呢，印度本身确实是我相信。印度的人才济济，人很多啊。印度的话呢，他们有希望。哎呀，反正是你有计划这样子要追找，要赶上嘛，对不对？但是我认为前沿科技当中最重要的，我稍微要提一下，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量子科技当中啊，就是在合肥啊，安徽合肥啊，中国科学大学啊的这个潘建伟教授，我听过他演讲啊，我去上海听过他演讲啊。我自己的话呢，做科学哲学的研究，虽然啊，他是墨子号卫星啊。